猜我是谁？干嘛，老苏？真没劲。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把我一个人丢在上海的？真是太难熬了。我可得找你算账。算账？到底是上过战场的人，说话都有火药味了。我的腿，我的腿！求求你们了，小心点！求求你们把我的腿知道了，少帅。求求你们了，把我的腿！还好吗？没事。我副帅派你来的。怎么，怕我抢你功劳啊？你不该来的。知道副帅为什么派你来劝我吗？你父亲都劝不回来的一头犟驴，除了我这个胜似亲兄弟的发小，还有谁能把你劝回去？这只是其一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是苏督军的儿子，他想把你卷进来，就是想把苏家也拉下水，好逼裴家让步。你既然知道你父亲这么处心积虑，干脆跟我回去吧。我要是真回去，就没人在意这些士兵的死活了。来的时候我说得很清楚，都是徐家的军人，命都只有一条，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也一起死。你回去吧，就说劝不动我，副帅也拿你没办法的。好一个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！你这么讲义气，我老苏也不会怂，我肯定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卷进来，就真的走不了了。我当然知道。逼裴家让步，你父亲想怎么逼裴家让步？裴勋想逼我副帅下野，交出军队。我副帅以保住徐家兵权为底线，坚决不肯交出军队。他拉你下水，就是想把你当做这场战役最后的筹码。裴督军只要保住了徐家的军队，那这场仗大可不必打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既然已经在水里了，为了你，我也得扑腾点水花出来。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。左参谋，这不是苏督军家的公子吗？没错，是我。没想到您还记得我呀？哼，怎么不记得？早前我给裴督军当副官的时候，你拉着我们家少帅逃学出去玩，害得我们家少帅可没少挨督军的鞭子。你们这裴家的人还真是记仇。我说公子，这可是战场啊，你来干什么？徐公子和裴公子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呢，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你们自相残杀。你们这样打下去，也不是个办法。要不，各退一步。哈，你是来给徐家做说客的呀？我这是调停，不是谁的说客。
你们这仗多打一天，你们两边都得死人。徐督军下野，必须交出军权，这没得商量。这交出了军权，又能怎么样？那些军队打散参列到你们队伍中，就不怕混进个奸细？这叫贪多瞧不烂。你们要是再打起来，我就往战场中间那么一站，我看你们谁敢开炮！你小子还想上战场啊？我这就给你绑了，送到你爹那儿去。谁敢动我？废物，全都是一群废物，被苏家那小子横插一杠，你们几个竟然连一点风声都没有。爹，息怒。都是你那个好兄弟苏洪琛，昨天下午闯入我的军营，用枪顶着自己的脑袋，要替徐家出头。他算哪头算呢？啊，他如果不是苏家的人，谁会在乎他那条烂命？爹，是我不对。要是听了您的话去了前线，也许还能找老苏谈谈。呀呵，啊，难得啊，从你的嘴巴里能听出认错的话。这太阳打西头出来了。爹，以前是儿子太不懂事，只顾自己的好恶，却忘了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。这次战况惨烈，我不止一次的想，如果我去了前线，对手是光耀，也许我们裴家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。这顿鞭子没白抽，给我记住喽！这句话说的像句人话。爹，事已至此，我们既要对付徐伯钧，还有地方革命军，但是绝对不能再得罪苏家了。不过你那个发小苏洪琛，看来是铁了心了，要站在徐家那一边了。我不认为老苏这么做，是站在徐家那边。这场仗打下来，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。您曾经说过，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问题，绝不愿折损我们裴家一个好男儿。可如今，徐家死战不退，就算搞垮他们，恐怕我们自己也会伤筋动骨。这场仗，老子师出有名，我有十足的把握，徐伯钧那个老狗不会有任何胜算。如果我们付出一切代价，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。可是现在，光耀、老苏都在前线，如果伤了他们的性命，不仅会得罪苏家，还可能会导致舆论反转，谴责我们。此话怎讲？光耀是徐家的独子，名声一向很好。倘若他战死沙场，就是让徐家断了后，反而会为徐伯钧博得同情。那我们之前辛辛苦苦翻案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少帅说的是有道理。给左参谋发电报，命令部队后撤20里，暂时休战。是。然后再告诉徐伯钧，只要他乖乖地交出手中的军队，只要他愿意辞去越城督军之职，我可以任命他为华东4省经略使。是。这徐伯钧输了官司，反而升了官，怎能服众啊？大家肯定会质疑，这徐伯钧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名声实贬啊！管他有罪没有罪，只要老徐乖乖地交出手中的军队，什么经略使、巡阅使，就是大总统都不好使。如此反复，老百姓还能相信我们吗？妇人之仁，让他们信你没有用，得让他们怕你才有用。裴勋应该是怕得罪苏家，投鼠忌器，所以主动提出了停战。我派苏洪琛去前线，不但是看中他和光耀是发小的情分，更看重他是苏家公子的身份。他和光耀是发小，可以帮我把光耀带回来，
而他苏家公子的身份，则可以逼裴勋停战。我跟裴勋这盘棋不分胜负，几乎成了死局。而苏洪真这步活棋一走，我们立马就有了生机。督军果然是深谋远虑，这裴勋不但主动提出了停战，而且他还公开表示，若是您交出了军队，他就保举您做4省经略使。4省经略使不过是挂了名的虚职而已。他想用这个花架子要我手中的军队，他门儿都没有。你告诉裴勋，越城督军我可以不做，北京政府的职务我可以让给他，但他休想动我一兵一卒。报告。督军，按照徐副官的安排，我们找到了少帅调查军火走私一案的几个成员，他们确实是为裴家私运军火。他们还交代，司令部晚宴当天刺杀少帅的那几个刺客，并不是革命党，而是他们自己人。果然是裴勋这老小子干的，这话就说通了。光耀查到他们见不得人的买卖，裴勋认为刺杀光耀的事情瞒不住了，所以裴勋就借给穆家翻案的机会，他想整垮我。光耀这个孩子呀，妇人之仁，他想要息事宁人，却给别人送了把刀来对付我。督军，既然裴勋已经有把柄落在了我们的手上，我们何不以此机会牵制一下他呢？哈哈哈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裴勋正准备接任我北京政府的职位，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丑闻，那裴家可就颜面扫地了。我看看他还有什么底气跟我讨价还价。少帅，这是许伯钧借来的钞票，他想用这些钱买回他的军队，看见了没有？你还说什么？说徐光耀一片好心瞒着徐伯钧，说什么他想息事宁人，想化干戈为玉帛，狗屁！真正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他们才是真正屁股坐着一溜炕爷的亲爷俩。爹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瞒着您的。徐伯钧现在手里攥着我们的把柄，他说如果我们答应放回他的军队，他就把这些事情烂在肚子里，否则的话全部公之于众。本来我想趁此机会打垮徐伯钧，现在倒好，到了这个节点上，他倒掐住了老子的脖子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。爹，既然事已至此，不如我们就答应徐伯钧的条件吧。说得轻巧。你知道他的条件是什么吗？只是辞去岳城督军和北京的职务，但是要保留他的军队。如果我答应了他，那他所谓的下野也就只是做做样子而已。爹，就算徐伯钧交了军队，您敢用吗？您不仅不敢用，还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防治他们、牵制他们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让他们回到原来的驻地，还能替我们抵挡革命军。裴勋在电报上说，同意我方的条件，只要您辞去了督军之位，那徐家的军队将由您推举的人来接旨。这盘棋我们下得不错，虽然少了几个虚衔，面子上不好看，但是兵权和地盘还是我们的。裴勋打了半天，只不过讨了面子上的便宜，你们说谁输谁赢？自然是我们赢。既然目的已经达成，再扯上裴勋玩命就不划算了。好吧，发通电，即日起，我辞去岳城督军之职，
督军府所有兵马，暂由你们2位节制。再给光耀发个电报，叫他把部队带回来。属下定不辱使命，为督军马首是瞻。怎么样？兵不血刃。我这保定生不是徒有虚名的吧？是，从小到大都把风头让给了我和少君，真是屈才了。知道就好。这次啊，我就露了那么一小手，谁让你们平时小瞧我的？不好意思，还请这位英雄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哎，这建功立业的感觉啊，真是挺好的，确实要比吃喝玩乐，该怎么形容呢？有成就感。哎，对，就是成就感。哎，这次回去，在顾小姐面前，我可有吹牛的资本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正经八百上过战场的军人了，不再是他口中的纨绔子弟了。朋友，说实话，我这个游手好闲，原本打算吃喝玩乐了此一生的人，当我亲眼看到那些荒芜的土地、无人的村庄的时候，我这心里啊，还真的挺难受的。我终于能理解老裴为什么受军阀，还是不愿意上战场，也能理解你为什么无论如何都要和士兵们共进退了。红尘，谢谢你赶来救我。谁让你们平时干大事都不带着我的？不过对我来说，兄弟就是大事。兄弟，保重。徐督办，你既然认为这不是君子所为，那这次询问你就不必参加了。我和费总统2个人可以互相做个见证。左参谋，你这是信不过我吗？这种事情你做不来。费总统，请。长官好。好了。哎呀，左丘，坐。费总统，费总统，潘司令，穆小姐我们已经带回来了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徐督办呢？徐督办身体不适，我让他回去休息了。可是我刚刚看到你们下车的时候，徐督办的身体并无异样啊。谭司令，果然在等我们回来啊？怎么，心虚了啊？心虚。反正我是清白的，你们查不到军火，那就得放我走。没查到军火，没查到军火，我们带穆小姐回来干什么？穆小姐已经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们了。谭司令，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话实说。
左兄，你还让我说什么实话？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军火，这份举报明明就是诬陷，你还让我说什么？你非让我自己诬陷我自己，你才满意吗？啊？那刚才你紧张什么呀？我能不紧张吗？你们也都知道，我跟穆婉清刚刚闹翻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反咬我一口？哎，他要是跟你们说什么，你可千万别信，他巴不得我倒霉呢。你就是怕这个？我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遇到这种无理搅三分的女人，是你也怕。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，他到底说了什么。这个不能告诉你。要不这样，你把穆婉清给我叫来，我当面跟他对质，行吗？还是怀疑我，是不是？行，你把他给我叫过来，我一条一条证明给你看，行吗？谭司令，我们在码头确实没有发现军火。至于穆小姐的证词，我们只做参考，不予采信。这样，结案报告明天一早我就上交北京，等待裴督军批示。到时候，你的嫌疑就自动解除了。行吧，左兄，我相信你。但是有一点，如果那个穆婉清再敢诬陷我的话，你就多关他几天。哎，别，干脆一直关着他，省得出来祸害我。什么东西？左参谋，这下你们应该可以放心了吧？我就说了，清者自清嘛。啊，谨慎一些也总没坏处的嘛。二位，谈得怎么样？有结论了吗？谭司令一听穆小姐指证他，马上就急了，还让我们多关穆小姐几天，别把她放出来祸害她。都说这女人心海底针，没想到这男人觉醒起来，也毫不逊色呀。走，上去！这怎么了？快点！徐副官。我打听到了，今天一早左参谋就已经递交了结案报告，结论是谭玄龄无罪，就等北京的批复下来放人。山下纯一呢？听说山下先生住的地方昨天晚上被抄了，还抓了不少日本人，连长谷川秘书都被抓走了。哎呀，这个山下纯一啊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这么确凿的证据，居然让姓谭的全身而退，真是功亏一篑。在北京批复没到之前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调查组已经查到了军火，谭玄龄很快就会被定罪，你再嘴硬不松口，也是徒劳无功的。哼。
既然都定罪了，那我说什么还重要吗？恐怕徒劳无功的是你们吧。哎呀，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徐伯君真是穷途末路，派你们这几块料来，连我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，还想对付我小叔叔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我知道顾小姐身子骨硬，不怕打。那我们来点更刺激的啊！黄包车。去华商总会。哎，停车，停车！这不是去华商总会的路啊。山下先生，穆婉清陷害了我们，我的手下全都被抓走了。我需要你配合一下，让穆婉清付出代价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徐远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啊！别怕，第一次打吗啡都这样。以后习惯了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打完，你会感觉到飘飘欲仙。来，吗啡，你，对，比起鸦片来说，毒瘾大那么一点点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今天给你打的量，比起致死量来说，少那么一丢丢。你敢？你敢？安住！你别过来！你王八蛋！这么下作的手段你都用得出来，狗急跳墙！你混蛋！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调查组的人马上就到，只要你说你亲眼看到谭玄林与革命党勾结，我马上让你解脱。你做梦！嘴还这么硬，半小时之后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大小姐，好消息啊！刚才徐公子打来电话，说是北京的批复到了，谭司令没事了。那帮日本人都被抓起来了吗？左参谋的人昨天晚上蹲掉了日本人的那个据点，抓了好多人，包括山下纯一的秘书长谷川。不过，山下纯一没抓着，可能是跑了。山下纯一跑了，那穆婉婷呢？我让商会的人留意了，如果见到穆婉婷，马上报告。来了。裴督军的批令已收到，你已经解除嫌疑了，现在可以出门了。这次多亏了你了。不客气，反正我也不是帮你的。
那姓左的呢？是不是不敢来见我了？姓左的嘛。报告，报告。左参谋有令，由于找到了新的人证，需要对人证进行询问。左参谋现在已经赶了过去，还请谭司令先留在这里。新的人证？谁啊？是顾月霜小姐。她在哪儿？今天拉到多少头？有没有见过她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看到他进了闸北旅馆。走。快，我们没时间了，怎么样？求求你！调查组的人马上就到，只要你亲口承认谭玄林与革命党勾结，我就给你解脱。好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求你了。前调查组，我要整理一下头发和妆容。早这样，何必受这皮肉之苦？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来了，我现在回答你，我答应。双儿，你醒醒，双儿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求你了，你睁开眼睛再看看我。
走，走！谁干的？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他？为什么？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这姑娘不知道为什么就从我们楼上客房里面掉下来了。谁带她来的？说。几个长官。长什么样？什么口音啊？哦，一个长官和2个士兵，口音是日常的。是你父亲干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他碍着你们什么了？找了他1个晚上，眼看着就要找着了，就差一步啊！小叔叔带你回家，你再也不用怕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情况怎么样？交给我们。滚！都给我滚！徐主办，一共抓获人犯12名，只有山下纯一潜逃。我们要把这些人犯给领事馆遣送回去，请您确认。这个银坠子虽然不值钱，但是它是我最珍贵的东西。我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里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不去了，就一辈子留在这里，好不好？这个银坠子，我不取了，以后都留在你这里，好不好？
连个女人你都摆不平，你干什么吃的？属下实在没有想到，顾月霜宁愿死，都不肯反咬谭玄灵一口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裴勋已经断定谭玄灵无罪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竟然未伤他分毫。督军，没事，老毛病了，这2天胸口老是喘不上气。督军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把事情办好。行了行了，你也不必过于自责了。但是我徐家还有一个筹码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日升昌号会在泉州靠岸，那里已经是你们控制的区域，如果及时接应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穆小姐，这次多亏了你仗义相助，我替前线的将士谢谢你。没事，玄灵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是啊，廖叔，不用客气，咱们也算是过命的交情。虽然这次他们没有发现什么，可是那个裴勋心里面肯定扎了根刺。这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这个上海王啊，听起来风光，其实呢就是泥菩萨。之前要防着徐伯钧，现在还得防着裴勋。等你们真的打过了长江，整个上海啊，肯定是你们第一个要拿下的。怎么，也要防着我了？没有，但是你们共产党打起仗来不要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独立团，号称铁军，自北伐以来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先不说我们的交情，就说是硬碰硬吧，我都没有信心能打赢你们。再说了，我带兄弟们来上海是来过好日子的，又不是来当炮灰的。如果是替裴勋当炮灰，那就更不值了。看来你已经有主意了。廖叔，我想走条新路。新路？这事儿啊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走新路，就意味着要抛下旧包袱，包括你现在所拥有的地位、权力，还有财富。廖叔，今天拥有的，明天也会失去的。你说的对，在这个混乱的世道里，没有谁是赢家。与其争名夺利，不如为这天下人争一个好世道。所以廖叔，我想和你们一起，为改变这个世道出一份力。我和组织上会全力支持。我不在意的，真的。那我不能总是这样欠着你吧？不要等了，我心里已经有人了。
怎么不进去啊？红琛还好吗？他一句话也没说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苏少帅也不会怪你的。我按照你的要求，把那银坠子放到骨灰盒里，和他一起下葬了。在他火化前，还留了一缕头发，我把它交给你，你来保管。我想，他想你陪在他身边。你还好吗？我不会因为你父亲的罪过就迁怒于你，但同样，我更不会因为他是你父亲就会放过他。自古忠孝难两全，是忠于自己的国家，还是孝顺你的父亲？你自己选。徐光耀，我不想成为你的敌人，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相见，我一定不会心软。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。光耀哥，玄灵的话你别放在心上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刚刚把话说得那么重，光耀哥已经够伤心了，你还刺激他。我知道他心里难受，但是他已经到了不得不选择的地步了。所以你并不怪他，你是故意的。这世道配不上他。如果他不是徐伯钧的儿子，或许我们会成为好兄弟吧。你是在逼他做选择。像他那样的人，如果随着徐家这艘破船一起沉掉，那就太可惜了。陪我去趟佘山吧，谭四，去佘山。还疼吗？前几天，我叔叔谭子杰在江城病故了。他常年不理军务，这军权一直有几个手下的师长把持着。这革命军
已经在长江对岸与江城对峙。万一这战火燃起，江城的百姓就要受苦了。看来你是有打算了。我跟谭家军的兄弟们商量好了，他们都是江城人。虽然十几年没回家，但是江城毕竟是他们出生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也不愿意看着江城被战火摧残，更不愿意看着父老乡亲们受苦。我是谭家的人，始终有一份责任在。我想向裴勋主动请缨，出任江城镇守使，带着谭家军的兄弟们回到江城，脱离北洋政府，投奔革命，让江城免于战火。那革命军那边知道你的打算吗？知道。我给廖先生发过电报，他已经说服了司令部，让江城对岸的革命军停火，配合我行动。既然万事都具备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万青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我会拜托吴相应，保证你和穆家的安全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陪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喊的是什么吗？记得呀。你当时说上海，我回来了。是啊，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以为你守着上海，我守着穆家，咱们就能这么一天天的过下去。但现在上海是守不住了，我又能守住穆家多久呢？对不起。干嘛说对不起啊？难道你这个江城镇守使上任不带家眷的？上海，我要走啦！上海，我们要走你要跟我回江城？是啊。那天廖先生走了以后，我想了很多。虽然穆家现在富甲一方，但其实也是待宰的羔羊，被军阀按在砧板上。现在革命军步步紧逼，各地军阀也变本加厉，很多地方的税都收到了50年以后，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好日子过。你说我又能守住穆家多久呢？但是穆家在上海经营了这么多年，这生意人不比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。虽然上海易了主，这生意可能困难一些，但是至少能撑下去。你没必要跟我一样做这样的生死抉择。是啊，我们穆家是生意人，不管是徐伯钧、裴勋，还是革命军来了，我都能活下去。只要上海一样过日子，我穆家的生意就一定能做下去。但那是认识你之前了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肯定这一辈子就这样做生意了。但是遇见你之后，我的心也变大了呀。这个世道是个大变局，在这个大变局中，只有棋手可以做生死抉择。
而棋子只能听天由命。所以，你想做棋手？如果不是棋手，再精彩的棋局也是别人的，我不甘心。没看出来啊，不愧是我的女人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赌一把。反正还有你护着我啊。婉清，我向你保证，这盘棋我们不会输。我信你。等我们的行动成功了，我们就在江城结婚。我让我爹、我娘、我大哥，还有我们谭家的列祖列宗，都来看看我有多么好的一个媳妇。好，那我就要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放心把这个小子交给我，我会好好疼他一辈子。我会给他一个家，让他不再是一个人。好。少喝点，红尘，喝酒伤身啊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喝醉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喝酒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这么浑浑噩噩、醉生梦死的活着，要不然下辈子我怎么有脸再见他？红尘，我也想改变自己啊！我真的努力了，但我还是护不住他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重新活一次，在下辈子遇到他之前，就活成他喜欢的样子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要去广州，投奔革命。苏督军不会答应的。按照他们的路走下去，我们只能活得和他们一样。你想活得和他们一样吗？光耀，跟我一起去吧。抛开少帅的身份，为自己活一次。我也想为自己活一次，可是
我有这个权利吗？人生在世，最难的就是身不由己。到了广州，去司令部找廖先生，把信交给他，他会帮你安排。谭司令，谢谢你。没想到你还愿意帮我。双儿看到你能振作起来，他会很高兴的。哦，对了，帮我跟廖先生带个好。一定。不过，我去广州的事，还请替我保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。山水有相逢，我们会再见的。保重。光阳，多保重，去那边好好照顾自己。光阳，你真的不跟我走吗？行了，都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别在这儿待着，都走开！哎呀，行行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赶紧走，搞得这乌烟瘴气的，走开！起来，起来！谭四，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别坐在这儿了，走吧。干什么呢？这位长官，长官，有何指示啊？谁规定的不能在火车站乞讨？我们司令部是没有这个规定，难不成是你定的？这里是火车站，他们在这儿要饭，太难看了吧？因为难看，你就要把他们给赶出去。你把他们赶出去，他们就有饭吃了吗？快要饿死了。如果今天这里的任何一位因为被赶出去饿死了，你负责吗？是小的考虑不周，小的考虑不周。谢谢，谢谢长官。去买点吃的，给他们分了。好好好，也算我们一份。好了，大家跟我过来，这边。战火连年，最没选择的其实是他们。啊，让一下，别着急，都有，不要抢，不要着急，别抢，徐少帅买单，一个个都管够。都有，都管够。他是徐伯钧的儿子。是的，不过你怎么直呼我们大帅的名字呢？徐伯钧，他是凶手！对呀，他是个凶手！你看，这个凶手！就是徐伯钧挑起了战争，其实小吴就是个好人啊！我们不是你瞒的！大家冷静！别扔了，冷静！大家冷静！别这样，别激动！你这辈子只能是他哥哥，因为你们徐家欠他一个哥哥。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他碍着你们什么了？找了他一个晚上，眼看着就要找着了，就差一步啊！对我来说，兄弟就是大事。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现在动用日本商会的力量置我于死地？而且，你更不知道10年前他是怎么在罗炳文手中胜出的，就是因为这个山下纯一。山下先生，日本人。别扔了！光耀哥！徐光耀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
穆婉清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跟你们徐家沾上关系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穆志远在火车站遇刺，谁干的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，没有怀疑过吗？大家别扔了，别打了，冷静一下，冷静，大伙儿先听我说。大家冷静一下。我是谭全林，我说句公道话，徐督办一直在上海任职，岳城督军府的所作所为跟他无关，大家都冷静一下，好吗？谁说没有关系啊？冷静，大家冷静，各位冷静一下。怎么会跟他没关系？我一共2个儿子，小儿子在裴督军手底下当兵，大儿子在徐伯军手下。我小儿子战死在战场上了，我的大儿子挂念我，想回家看看我，没想到就你们抓着了，活活给枪毙了呀！扣不了班旗，开不了枪的兵，留着也没用。谢谢少帅。冷静，大家冷静一下，别扔了。